当夜幕降临，宵夜档前的港人会回归到一天中最悠闲的状态。三五知己相聚一堂，慢慢的品香进食。5點零鐘、6點鐘收咗工，咁啊行過嚟3、5知己飲杯啤酒啊，吹下水啊，咁啊又係一日啦。其中港人最向往的美食，当属大排档风味儿。塑料凳、折叠桌，普通的食材在火光四溅的炒锅中释放出江湖气息，人间烟火不觉缭绕。这就是香港大排档的印记。鼎盛时期，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，因为政策管制，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。我喺呢度啟業村經營呢個大排檔咧35年㗎啦，街坊小細之間亦平靚正。今年63歲的呂以玉親歷了香港大排檔的各種變遷。從1983年開始，呂以玉就把排檔風味搬進了大型屋村。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佢有一個公共屋邨，咁佢就會起1個至2個呢啲，咁每一個入邊會有4個鋪位，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。昔日的路邊大排檔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。全香港200多個冬菇亭熟食檔，能存活30、40年的屈指可數。呂以玉的勝利大排檔卻一直讓街坊追捧。每天下午2點，呂以玉總會出現在街市。西芹就呢啲菜心咧，嗱起菜花嗰層咧就唔好要啦。你見到呢啲花嗰啲，你又撥開佢攞啊，嗰啲未開花嗰啲。每逢假期，大兒子呂昭廷都會跟隨父親身後來偷師。呂昭廷深知，對食材的辨別和挑選，父親有着獨到的眼光。我7幾年嚟香港做咗成7、8年街市，咁啊變成對呢一方面咪有認識咯。7年街市生涯，練就出呂以玉對食材挑選標準的苛刻。每一塊肉，每一把菜，甚至是每一根葱，都必須經過自己的手才放心。呢啲係盲爪，攞翻去一陣間就死㗎啦。但係呢大咧就肥，又夠肉。千挑萬選，何事最好？2個小時的挑食任務結束後，父子倆馬不停蹄地趕回排檔，準備迎戰繁忙的週末晚市。龍躉、龍蝦、鮑魚、白鱔，這些大酒樓才會有的食材，竟然是呂以玉大排檔裡最受歡迎的菜式。呂以玉的經營理念顛覆了傳統大排檔菜式的定位，他用上等的食材結合傳統的排檔風味，以大眾化的價格一街坊。為了吸引客人嘗鮮，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愛的龍躉。片咧就薄啲咯，薄一半到啦。頭先0.2或者0.3個先係一個打邊爐咯。連埋皮嚟講咧，啲皮咬落去咧，好似食脆肉飯咁樣，爽爽地。深知港人愛打邊爐，呂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龍躉火鍋，但這個火鍋並非湯底加魚片那麼簡單。肚腩嚟講咧就拉油，啲肉咧彈起啊嘛，跟住啲肚腩就煎嘅，跟住我哋有好好多個龍湯喺度啊嘛，跟住啲肉飛水落底。258塊錢的龍躉火鍋套餐一推出，街坊蜂擁而至。呂以玉又大膽地推出黑松露碧綠蝦球、竹升海皇翅、品鮑魚花菇鵝掌和蝦多士等新菜式，這樣100-200塊就能讓食客在大排檔的夜市裡嘗到星級酒樓的味道。以呢個套餐嘅形式，等啲街坊多啲選擇啦，又唔使諗得咁辛苦。喂，呢幾個餸，咁又價錢又平啲啦，食套餐就薄利多銷啦，所以維持到咁多年啦。
从晚上7点到凌晨1点，吕以玉父子相互协调跑全场，后厨培哥负责廚房總把控，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其實做呢一行好慘嘅，特別做我哋呢啲，任何大時大節你就要做，人哋普天同慶，我哋一定要開工。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檔，實則不簡單，價平量足，貨氣夠，吃得爽，喝到嗨。這些都是大排檔的獨有標籤，也是宵夜文化的一個發展與傳承。即係你話喂呢個大排檔咁樣，我哋做咗30幾年，咁我他朝有一日真係爸爸話唔做，咁我願意做嘅。在老廣宵夜的範疇裡，野味只屬於調味劑，海鮮才是深夜食堂的主流。汕頭是中國宵夜愛好者的朝聖之地，其中又以汕頭砂鍋粥最為出名，全因潮汕人獨創的粥底。粥在與各種各樣的食材相遇後產生奇妙的變化，但是40年前的潮汕地區並沒有用砂鍋來熬粥的先例。馬上做，我中午沒給我講。魚翅鰻魚粥，每天晚上最後一碗粥都是煮給我媽媽做夜宵吃的。把最好的一份材料留下來，煮每晚的最後一鍋粥給媽媽吃，這份小小的孝舉，在汕頭濠江的這家小店裡延續了10個年頭。和其他宵夜檔一樣，從傍晚5點到凌晨4點，11個小時的忙碌，對於經營砂鍋粥店的吳朝奇來說，還不算結束。每一個新鍋買回來，我都要檢查一遍，要有回音。你像這個有裂痕，不要。這家20平米不到的小店，由吳朝奇父親創辦，靠着一個小小的砂鍋，營業了22年。今年30歲的吳朝奇，至少已經10年。我從16歲出去外地打工，20歲回來接手父親的手藝。吳朝奇剛滿20歲那年，遠在馬來西亞的他接到父親病逝的消息，當即辭去了他鄉的工作，奔赴回國接手父業。一些衛生啊、質量啊，回來改動了一下，魚的質量肯定要固定。我父親那個時候是跟供應商拿的，我是不行，我要自己去挑貨。買魚是要靠運氣的。從濠江到汕頭海鮮市場整整20公里，為了尋求一手好食材，這條夜路吳朝奇走了10年，風雨無阻。大清早的海鮮市場人頭攒動，要在眾多早起的覓食者手上搶到理想食材，除了要講經驗，還得看運氣。煮咗好未啊？是啊，乜劍劍，好似啱啱就嗰隻小切，咁就好。next one nice。哦。用各種魚來煮砂鍋粥，是吳朝奇接手副業後的新亮點。但要挑選和處理各種不同的魚，並不是一件簡單輕鬆之事。表面就有一層沙，它一定要加過經過熱水處理，才能把這一層沙洗得掉。來來回回穿梭在市場裡，所需食材到手後，天已經亮了。與別的砂鍋粥不同的是，阿奇開店後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泡米，也不是切魚，而是煮滷水五花肉。潮汕砂鍋粥都是以海鮮為主，海鮮它裡面缺乏一定的脂肪，這個滷水五花肉呢，它就是補充裡面的脂肪，然後讓口味變得更加香滑。潮汕砂鍋粥呢是不用清水去煮粥的，我們這邊呢就是用豬骨頭、黃豆還有大米去熬骨湯，用這個湯底來煮一份砂鍋粥。這鍋湯呢大概熬1個半小時。魚乾粉是阿奇父親留下來的秘訣，把方魚乾用花生油炸透炸乾後，再磨成粉，用以添加在粥裡提鮮。所有的必備材料準備就緒了，
妻子开始泡米，阿奇负责切鱼和肉，忙碌当中默契无限。米要先用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水开的时候再倒进去。第2次水开了，再去过那个冷水，让它冷却一下，就变成那个半生熟米。40年前，潮汕人并没有用砂锅煲粥的习惯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道外经商的潮汕人看到广州本土居民利用窄口宽深的砂锅来煲汤，善于变通的潮汕人把砂锅用作煲潮汕粥。从此之后，潮汕砂锅粥香飘全国。吴朝奇选择的小砂锅，能均衡而持久地把热能传递到内部，相对平衡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，渗透的时间越长，鲜香成分溢出的越多，煨出来的粥就越香醇。我们潮汕话有一句叫“煮糜无卡36个架”。想煮好一锅粥，烹煮的步骤也不能随意，一是旺火煮沸，这个时候要用手勺不断搅拌，将米粒儿间的热气释放出来，粥才不会糊，米粒儿也不会粘锅。二是转小火慢熬，减少翻搅，才不会将米粒儿搅散，从而让粥变得太过浓稠。粥煮到7、8成熟后，潮汕砂锅粥几乎什么材料都能放，只要提想法，老板几乎都能满足个人需求，而且做出来的粥鲜香无比。煲砂锅粥虽然省时，但却不省力。一家3口从下午5点一直忙碌到凌晨时分，炉前炉后的艰辛，只有个中人能体验到。饮食店就是这样的，一忙起来就是全家总动员，辛苦啊，但是只要客人说开心，我就觉得还好。一家店，一锅粥，3个人。与其说是为了父亲的嘱托，还不如说是为了一家人稳定的生活。一锅暖意浓浓的夜粥，扬名潮汕，也成就了吴朝奇的人生。